他是讓中外拳壇都忌惮的重炮手，炮彈般的重拳打在对手的身上，可以摧毀所有的防御。当然，同时摧毁的还有对手的肋骨，所以他也有着催泪专家的称号。那喜歡魏宁辉的粉絲都會稱他為小胖，因為他剛開始學習搏擊的時候確實是胖胖的，非常可愛。不過現在他已經成長為一個戰力極強的一個真正的戰士。從2014年的橫空出世到2015年的崭露頭角，再到2016年的金腰帶，魏宁辉一次次的用自己的重拳彰顯着自己的實力。那今天來挑戰他的是來自波蘭的托馬茲·馬克夫斯基。那這個托馬茲在波蘭是一個十足的拳壇惡魔，下手從不留情，與他交手的波蘭選手個個非死即傷。那今天來挑戰魏寧輝，同樣是放出了狠話呀，說要在1回合之內打到魏寧輝暴斃當場，最好現在就去準備棺材，免得到時候來不及。好的，我們話不多說，比賽已經正式開始。那紅色拳套的就是咱們的魏宁輝，另一邊藍色拳套就是托馬兹。托馬茲的實力是非常强劲啊，在此之前是打出73勝7負28次的一个 KO 啊。可以看到现在双方打的还是比较激烈，咱们魏宁輝的这个进攻欲望非常强烈，互相连续的重拳。好的，现在魏宁輝也是发挥出催泪大師的稱號啊，把這個托馬茲直接打在地上，現在是站不起來。那裁判現在已經開始讀秒，再看一下這個托馬茲還能不能堅持。哦呦，這個托馬茲是再也站不起來了啊！裁判也是宣布結束了比賽。那這一回合，咱們的魏寧輝只用了不到40秒鐘的時間就解決掉了這個托馬茲。那我們來看一下剛剛的。
嘴角露出了笑容啊，表示哦呦，这个胡安还是可以的，相比于前2个选手，还算是有一点实力。那现在时间还剩下最后的40秒，那看一下魏宁辉能否抓緊時間啊，在這一回合 KO 掉這個胡安。好漂亮，又是低掃，哦，魏宁輝的低掃，這個又低掃啊，對，現在越來越有效果，又是低掃。你看這2種拳法，哦呦，這一拳直接是把胡安打直了。那這時候躺在地上是完全懵逼。剛才腦子一片混亂啊，怎麼就被魏寧輝直接打敗了？那這時候裁判也是終止了比賽，這個胡安是不能再打了。好的，那讓我們恭喜魏寧輝獲得了本場比賽的勝利，那也讓我們見識到了魏寧輝真正的實力啊！他是日本拳壇的死神，18歲就打了上百場的職業比賽，連續數場擊敗所有日本頂尖選手。但他稱霸日本拳壇後還不滿足，竟然惦記起了魏睿的金腰帶，還囂張地表示自己不僅要拿下魏睿的金腰帶，還要讓他跪地求饒，否則就讓他裝在盒子裡被帶回中國。好的，現在我們話不多說，比賽已經正式開始。那紅方選手紅色拳套的就是咱們的魏睿，另一邊藍色拳套就是龔納帕。可以看到雙方在開始沒有過多的試探啊，反而是打得非常激烈，尤其是咱們的魏睿壓得非常緊啊。現在也是連續的踢腿。可以看到這個雖然龔納帕呀開局前非常囂張，瘋狂挑釁咱們的魏睿，但是他也是非常害怕，這個拳套已經舉過了頭頂，生怕是魏睿踢到他。而且咱們的魏睿可以看到是要比這個龔納帕高上一點兒，那所以說也是佔據了一些優勢。可以看到魏睿對於整場的一個節奏把控非常的好啊，把整個這個主動權掌握在自己的手裡。那這個龔納帕作為泰拳的一個非常厲害的人物啊，也是之前獨自一人征戰到了日本，把日本所有頂尖拳手全部打到趴下，所以說才會這麼囂張的想來挑戰咱們魏睿。可以看到，哎呦，雙方這個互相拳都打得非常的重啊。那對於這個龔納帕來說，作為泰拳的一個王者，腿法的練習是非常重要啊，所以說這個龔納帕的腿法細節掌控得非常好。我可以看到現在，哎呦，魏睿主動的出擊，連續的幾個重拳，現在龔納帕只能是連續後退啊，不敢正面硬扛。現在時間還剩下1分20秒啊，魏睿依舊是佔據着主動權。如果說這場比賽魏睿拿到了主動權，那他會打得非常的舒服。那這個龔納帕只能是時刻保持着警惕。可以看到現在雙方也是連續的一個用腿法去進攻啊。那咱們的魏睿，哦呦，一下是把這個龔納帕踢倒了，這一下踢得非常漂亮啊！啊，魏睿作為一個世界頂尖的拳手，對於這個泰拳王，他自然也有自己應對的方法。可以看到這個魏睿的眼神非常堅定啊。如果說眼神是一把刀的話，已經把這個龔納帕千瘡百孔。那現在魏睿依舊是主動的去出擊，時間還剩下最後的17秒。魏睿的拳非常重啊，而且非常的快。那這時候這個泰拳王也有些吃不消。好的，那現在第一回合的比賽已經結束。那這一回合咱們的魏睿打的是非常勇猛啊，把這個龔納帕是連續的擊退。那讓我們期待一下在第二回合咱們的魏睿會有怎樣精彩的表現。好的，現在第二回合的比賽已經正式開始。可以看到這個雙方在休息過後啊，打得非常猛，尤其是這個龔納帕就像回光返照一樣，連續的進攻。另一邊咱們的魏睿也是不甘示弱啊，也是連續重拳的轟擊。
可以看到这个龚纳帕现在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啊，哪怕是挨揍也要往前冲啊，为了他的这个金腰带。可以看到这个脸已经被打紅了。可能刚刚在场下这個休息時間，龚納帕也是調整了一下戰術啊，他就覺得被動防守的話會被魏睿一點一點消耗，所以說他想去以拳換拳。那咱們身經百戰的魏睿啊，也是早早的就把這個小心思給看穿了。現在也是連續的進攻，讓這個龚納帕沒有進攻的空間。Nice body shot. Wow. And then Gonapha back with the punch. These guys are trading really smooth, really nice right now. God, vicious body shot. Man, Gonapha's just, his body's just made of rock. I'm surprised he got out so quick, man. The ref didn't even start counting, man. He was ready to go. And he got hit directly under his chin. Yeah, you're right. It literally lifted him off the floor. Yeah, you can see that low kick is starting to affect. Anyway, he's doing a good job of punching, but he's not defending that kick. The leg's a little red. 哎呦，这时候魏睿是连續的打了幾拳這個龚納帕的腦袋。那這個龚納帕也是幾分鐘熱度的選手啊，剛剛在打了1分鐘左右的這個高強度戰鬥之後，突然這個時候就虛了下來。反觀另一邊，咱們的魏睿啊，這個時候正是勢頭正盛的時候。可以看到這個龚納帕也是連續的用出了幾個鞭腿。那現在他終於是想起來自己是一個泰拳出身的選手啊。那現在時間還剩下最後的40秒，看一下魏睿能否抓緊這個時間啊，去重擊這個龚納帕。可以看到，相較於龚納帕來說，咱們魏睿的體力消耗啊，其實並沒有消耗太多。現在這個身法和這個拳法也都是非常的靈活。The evidence of the shots, man. These are all knockout blows, man. These are all, he's just 100%, yeah, man. Tough dude, man. So heavy. Because, like, honestly. 好的，現在第2回合的比賽已經結束啊。那在上半場，這個龚納帕就像打了雞血一樣，下半場突然就虛了下來。那我們期待一下魏睿在休息過後啊，在第3回合，也就是最終一個回合，能否 KO 掉這個龚納帕。好的，那現在第3回合的比賽已經開始。那在最後一個回合，雙方也不再保留體力，也不再留後手。那最後一個回合的比
是明显已经跟不上。那看一下最后的这个11秒鐘，那咱們的威瑞能不能 KO 掉龚納帕？ Good performance here in this third round. You already celebrated, man. Yeah. No, I wouldn't call it just yet. 好的，那现在第3回合的比賽已經結束啊，並沒有產生一個 KO 啊。現在讓我們期待一下這個最後裁判點數的判決。那其實這場比賽懸念啊，最後其實並不大。3場比賽一直都是咱們的威瑞碾壓着龚納帕去打，哪怕是這個偶爾有一陣兒啊，龚納帕像打了雞血一樣。也是翻不起什麼風浪。那現在我們還是看一下最終的一個點數判決。好的，那現在讓我們恭喜魏睿獲得本場比賽的勝利啊！他是用自己真正的實力守住了自己的金腰帶。效果拉開距離，這上面說的還是不能輕視對手。比死神方便還要猛的中國散打巨人，僅用2拳秒殺世界冠軍，徹底看傻武僧一龍。讓我們掌聲請出來自中國的曹魯健。好，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歡迎收看本場比賽這一場中國大戰新西蘭的精彩對局。好，視頻當中正在出場的小伙子就是比死神方便還要猛的中國散打巨人。上戰績50勝6負，其中包括26次 KO 的山東散打悍將曹魯健，而且曾經還連續8年獲得過山東省散打錦標賽的冠軍，實力是非常的強勁。可以說和他交手的老外觀眾朋友們啊，基本上非死即殘。讓我們掌聲請出來自新西蘭的丹尼爾·傑梅。好，觀眾朋友們，那接下來正在出場的便是80公斤級別新西蘭的王者丹尼爾·傑梅。這個家伙的作戰經驗可謂是非常的豐富啊！上戰績是打了108場比賽，78勝30負，而且他才33歲啊，正是當打之年。而且觀眾朋友們，這個家伙呢是非常的有錢啊，因為在每一場比賽開始之前啊，他都會和我們中國選手賭上全部的出場費。這次來中國已經是拿下了8連勝啊，8連勝的話是贏得了雙份的出場費。這個家伙表示說呢，什麼時候啊攢夠1個億啊再回國啊，因為中國人太好打了啊，錢也很好賺。好，很猖獗，但是本場比賽觀眾朋友們啊，他挑錯了對手，因為曹魯健也很有個性啊，和他賭上的不只是出場費，是全部的身家性命。也就是說，本場比賽贏者可以財產翻倍啊，那麼輸者將傾家蕩產。好，比賽開始了，廢話少說，紅方選手曹魯健啊，一身紅色的衣服；藍方選手藍色褲衩，便是丹尼爾·梅傑。很明顯啊，曹魯健要比對方高上很多。對方的這個身高呢是1.85米，我們比對方還要高上半兜多。這應該快1.9米了啊，1.89、88左右，這可以說很高了。這場比賽一定要注意看，因為雙方呢都是有 KO 能力。比賽開始，這個丹尼爾略顯着急，而曹魯健卻是很穩啊。而且呢，他那個視野呀和思路也比較的清晰。畢竟是今天的王者之戰嘛。雖然對方啊，我看到實在是給了強大的壓力，可是我們這中國選手年輕小將，他在比賽確實打的還是步步為營啊，穩扎穩打。沒有錯。本次5戰世界功夫爭霸賽也是級別非常高的一個比賽，所有的選手世界排名包括交叉拳法，對，我們在國家隊的選手成績都是非常優秀。我覺得王者之戰這一場上來，雙方選手都沒有太多的去試探對手。好，我們看比賽第一回合已經過去了一半的時間，曹魯健整體看起來打的還是很犀利的啊。因為他身高更高啊，臂展更長，所以說整體的靜態身體天賦啊，我們還是有優勢。但是我們看這個丹尼爾，有點慌了。但第一場也曾經參加獲得了勝利，這一次參加的是王者之戰。漂亮，還有一個拳法的變現，機會來了，非常主動的一次。從這看啊，對方的這次重擊啊，確實對他還造成了威脅。沒錯。相信對方的信心上也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不过双方選手都是非常有經驗。來自新西蘭的丹尼爾·傑梅，他的戰績也是78勝30負9次 KO 對手。但是我們看到呢，作為這個新西蘭選手啊，他確實他的功力非常的強悍。但是呢，他有一個毛病，就是他這個動作啊預兆比較大，大開大合。我們看第一回合馬上要結束了，這個丹尼爾略顯着急。他呢，你看打不進來，曹魯健不僅是撤得快啊，距離把控精準，而且你看他的主動進攻，包括反手反擊。這場比賽可以說是一場雙方實力水平上，我覺得曹魯健啊應該是要比對方好很多。好，下劈腿。好的，觀眾朋友們，比賽第一回合結束，精不精彩，好不好看啊？如果您覺得精彩呢，對着屏幕懟咕2下子啊，為我們中國選手呢加油打氣。第一回合整體看下來，曹魯健的優勢啊還是蠻大的，我覺得雙方應該是6-4開。好，接下來比賽馬上來到今天的第2個回合了，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雙方這一回合的精彩表現，精彩的對局。山東巨人，這個山東的好漢啊和選手長得真是很高，1.9米的散打選手很少了。我們中國最近有一位新興的選手叫做劉策啊，不知道觀眾朋友知不知道，在日本的 Crush 啊 K1 聯賽上拿到了魔鬼8人賽的冠軍。他的身高就很高啊，也是將近1.9米，和這個曹魯健差不多。曹魯健還是，我覺得劉指導是有一定的優勢。但是呢，他知道對手啊確實不是等閒之輩。比賽中他確實注意控制局面，因為對方比賽經驗非常豐富。你剛才那個迎擊啊，確實打得是恰到好處。所以他現在首先要保證這立於不敗，不出現什麼明顯的紕漏。果然，第2局來自新西蘭的丹尼爾·傑梅。不停地找到曹魯健的破绽，真是斗智斗勇。这個迎擊打非常好的，有機會，有效果。好，觀眾朋友們，第2回合開局還不到1分鐘的時間，我們看這個丹尼爾已經被打昏了。好，裁判也是毫不猶豫送給了他1次讀秒。還能打啊！抗擊打能力的確是不錯啊。主要是必須得打，不打的話，這個傾家蕩產啊！觀眾朋友們，好，我們看對方開始耍無賴了，通過頻繁的摟抱來消磨時間。但我覺得曹魯健應該是不會給他太多機會啊，因為比賽還有2分鐘啊。但是我們看這個丹尼爾應該是挺不過去了，他有點飄搖，有點搖搖欲墜了。看來曹魯健剛剛這一拳是給對方啊造成了不少的傷害。但是我覺得對方要不然就投降吧。這個要錢還是要命啊？讓對方自己選。你看得到第2局也是非常的主動。所以現在呢，他要掌握好自己的這個技術戰術的節奏變化。對方現在非常聰明，馬上跟你纏鬥。這個時候如果聰明一點的話呢，打游鬥，打游擊戰，拉開。對，拉開距離，拉開這個角度。就像您說的，還是不能輕視對手。在這個技戰術方面呢，要恰當的根據自己的特點來掌握戰術變化。好，我們現場的觀眾，好，各位觀眾朋友們，結束了，裁判，揮手結束了比賽。這個我們沒有想到會這麼快。果然在錢和生命之間啊，對方丹尼爾選擇了這個後者啊，選擇了生命啊。畢竟在我們中國有句俗話說得好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啊。這場比賽打得的確是很精彩，非常的給力。曹魯健不僅是終結了對方的8連勝，而且呢，贏得了對方的全部財產在中國他吃了多少，我們會讓他全部吐出來。好，恭喜曹魯健。那同時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好了，咱們下期視頻再見。